谢谢，谢谢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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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哈哈哈哈哈哈，谢谢，谢谢，哎呀，人来了不少啊，我很欣慰啊。走遍天下，游遍洲，人心好比长江水自流。只见桃园三结义，哪有香蕉到脖头？你听这最后一句话，哪有香蕉到脖头？脖是上口的音，就是白头的意思。哪有香蕉白头的，是吧？香蕉都是黄头的。谢谢吧。要没您各位支持，我哪能坐在这儿这么开心呢？《三国演义》又开书了，之前呢录了几回了，也陆续的上线。我还特意看了看大伙儿的评论，夸我的我都看了。当然也有朋友有善意的要求，闲白说的太多了，都没怎么讲三国的故事，你们有点太强人所难了啊！您记住了吧？要讲故事，咱们这就不存在了。为什么呢？那故事人人都知道，咱们听的就是故事以外。为什么叫评书啊？评在哪儿呢？我们要评论。何况这么些年来，电影、电视剧，啊，什么这个连环画、小人书，这三国的故事，您哪位不知道？非坐这儿听我讲故事，那咱就玩笑。听的是故事以外，您要真听故事，咱这一年的节目咱做不下来啊。坐这儿开篇我就讲桃园三结义，这一集1个钟头，到不了1个钟头。咱们就降孙浩3分归一统了，你再给我2集，咱们辛亥革命了。所以说，不要说这里边没有故事，怎么都是三国以外，列位，这才是听书的精华啊！而且呢，只有三国这套书是可以这么做，别的书它是有套路的呀。三国没有套路，列位啊！您记住了，值钱就值在闲白上了呀。这类书它叫袍带书，长枪袍带。看这种书很多啊，大几十部得有。所谓袍带书，也无外乎就是改朝换代、金戈铁马。为什么说有套路？列位，您要常听书，你听一套书，你就全听过来了。它一样啊，无外乎是哪个朝代很乱，需要选一个明君。结果大伙儿一瞧，嘿，大哥，你就是明君。你看，刘备卖草鞋，大伙儿说你是明君。赵匡胤是赌徒啊，打群架，一天到晚的惹祸，不让他爸爸省心。大伙儿瞧瞧，你是个明君。朱元璋是一和尚，给财主放牛，哎呀，你是个明君呐。也不知谁看出来的，完大伙儿都认可你是明君，你就是明君呗。先得找出这么一个男一号来。所有书都是啊，你挑去，有这么一个主。你得先把他搞定了呀，对吧？把他搞定之后，得有个军师。一般来说是从算卦这个行业里挑选，找一算卦的。早先是王半仙、李神仙，就类似这样的呗。还得是这算卦的看上刚才这明君，施主慢走，你是皇上。这句话搁在《封神榜》里也有，申公豹。道友慢走，就这一句话要了多少神仙的命啊！所以您各位走到街上，后边有人喊“道友慢走”，你可千万别回头啊！来这么一个算卦的半仙，他就开始要
保驾了，这都是套路嘛。然后还得有一个兵马大元帅，这大元帅一般来说之前都是外行。秦琼，马快的班头，啊，徐达、庄元主，两位就突然间兵马大元帅了。你这个成千上万、几十万大军交给他，你这些当兵的你不问问他原来干过这个吗？怎么你们就这么放心跟他走了呢？对吧？秦二爷马踏黄河两岸，践踏三州六府，72家堂官，他是历城县的马快班头啊，逮小偷抓贼，地面上欺负老头，这个归他管啊。80万大军给他，你放心吗？你们怎么就认头跟着二爷走了呢？对不对啊？所以说，没有任何一个兵马大元帅，需要努力学习，需要两军阵前的经验。就是算卦的说了，让他来吧。那明军就说：“好好好好好。”这个班子就算组齐了，你看就开始打仗了呗，啊，这就是那个套路。当然了，一般来说，这个江山坐定之后，还得有一国丈。国丈一般都是一老坏蛋，一般闺女都得很漂亮，闺女还基本上都是西宫娘娘。您听书一般都是西宫娘娘要害人了，啊，西宫娘娘这么坏那么坏，挑唆他爸爸。他爸爸一般来说呢，没有别的理想，就是要谋朝篡位。基本上来说，还都得勾结藩邦外国。也不怎么着，西宫娘娘的爸爸都有海外关系。你看，勾结藩邦外国，跟哪国的郎主啊，什么金固达、阿固达、完固达，他们都有交情。金木呼、银木呼、赤木呼，这都认识。完事就是里通外国，夺取江山社稷。你要说以前这个国丈啊，在朝里早先是做官的，你有这个想法也有情可原。好些个国丈是老百姓啊，怎么突然间你闺女进宫了，你就有这个想法了呢？哪儿你就勾结藩邦啊，推倒江山社稷啊？的套路。而且在所有的这个评书里面，您记住了啊，武艺高强的谁先出场谁死得快。可这主一出来能力大了啊，了不得了！别着急，你往后看，再出了一个，刚才这就不是人了。啊，你包括这个一说书摆阵，弄就摆阵，两军阵前没辙了，摆一个大阵，这大阵呢方圆10里地，这阵里边有这个有那个有那有这个。要打不了这个仗，赢不了这个阵，你就怎样？江山社稷就输了。这帮人也糊涂，绕过去不就完了吗？啊！你别说他摆10里地，他摆50里，你搭理他干嘛呀？你绕过去，你走你的，他就当公园用了以后啊，可不就这个吗？对不对呀？要说那个书，各位。可省心了，啊？为什么呢？我一说，你一听，他一乐，没人跟您较真儿。看似句句都是给真的啊！哎呀，你看人这本啊，全是真的。我得告诉你，全是假的。你听我说三国，全是闲板吧？您记住了，哪句都是历史。难就难在这儿了，啊！那比如说这个，上回咱们已经讲到了啊。3大主演已经出世了，刘关张啊，刘皇叔、关二爷、张三爷，弟兄3人出世，破黄巾，立下战功，做了安喜县的官。但是来了一位督邮，督邮是监察的官员呐，就到这儿来，朝廷要杀太。咱不再细说了，因为上文书咱们讲过了。我要再复述的话呢，这玩意儿说的死也说不完，啊，老得复述。杀太就是要淘汰官员，但是这个东西难就难在为什么要淘汰呢？它里边有环套环的关系。总而言之，一句话就是朝廷昏庸。不开眼的督邮到别处去，那个无论到哪儿远接高迎啊，要钱给钱，要什么给什么，
到这儿来要什么没什么，完了给打一顿。张三爷鞭打督邮，打完之后，哥仨跟老百姓说了说这个事儿。刘玄德把自己那官印拿来了，官印啊，叫谁印章啊？安喜县那官儿，你得有一个印呐，把那个印挂在督邮的脖子上了啊，这叫什么呀？弃官，就是我不干了，这不是朝廷给我的吗？哎，拿回去。在汉朝的时候，就这种做法是经常的，并不是说打刘皇叔这儿发明的啊，不是啊。汉代因为这个，大伙儿都认为这是个气节啊。我觉得朝廷昏庸，我觉得上司有问题，我觉得种种原因。那么现在我决定不干了啊！我把我这官还给你们了啊，挂印弃官，挺好。这就如同比如说，就跟那德云社似的啊，我不说相声，我就醒目啊，扇子手绢全交给你啊。我就走了啊，走了你试着把东西给我呀，你上别处你也没地儿说相声了就啊，用不上了就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裸辞啊，不计后果，没有前途，没有目标，想一出是一出，就叫裸辞。你不是说提前说好了，头天晚上你舅舅跟你商量，打他那儿走。上咱家来，进门就是副总办公室，都你腾出来了。你看着，哎，给你的钥匙怎么这是有准备，这个是辞了之后还没犯辙呢，这叫裸辞。裸辞离了安喜县，桃园弟兄不上班，啊，这都唐诗，哪有这个唐诗去啊？他这算是出来了，哎呀，倒是挺露脸啊，挺露脸。因为想当初有过这样的高人呐，就是裸辞了，挂了印了，日后也啊风光越左。那谁，王莽篡汉的时候，有一个官叫马成啊，知道马成这个人吗？好，谢谢大家的坦诚。马成不就是吗？那是王莽手下的官吏，不满足王莽。啊，对朝廷有很多的意见，也是把自个儿的印挂那儿了，不干了，啊，不干了，追随着刘秀，你到后来人刘秀做了皇上了啊，东汉，哎，马成跟我这么些年，这个人有气节，想当初在王莽那儿他不干了，挂了印跟着我到今天，非常的重用他。到后来那个封他一官啊，封他个侯爷，比王爷低点，封个侯爷，平书侯，啊，你们这一乐还真是啊，触动我的心事啊。评书侯就不如相声侯厉害。这个平是平安的平，书呢是舒展的舒，评书侯不是这个了。他要是评书侯，他跟我差着档次呢啊！我是坑王，这不一样啊。马成，到后来这个云台28将，有人家排了第19啊。马成啊，马侯爷，这个1980几年的时候，文物普查，正好还找出来马成的这个墓，在哪儿知道吗？挨着北京平谷县的县城大概1里多地，在河道边上，就是马成，他那个墓在那儿。今天这个节目录完之后，各位啊，您上那儿祭奠一下吧，好吗？真听劝。马成裸辞之后，到后来封侯耀祖，刘关张是连范哲都没有啊，哥仨去哪儿呢？对吧？你之前是安喜县县尉，现如今您仨人没有工作，待业青年，又何况你们惹了祸了，上司衙门派来的监察督邮让你们臭打一顿，这因为这个给你们拘留了也说得过去啊，对不对呀？
怎么办呢？哥仨骑在马上，也没什么可说的，心里边郁郁不乐。哎，这就应了那句话了：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；处处不留爷，老子穿棉裤啊！爱着棉裤什么事了啊？想办法吧，总得有地方去投奔。想来想去，刘皇叔一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二位贤弟，喊关张二将。大哥，我想起一个人来，也是我刘氏宗亲，此人姓刘，叫刘辉。咱们去投奔他，你二人意下如何？全听大哥的。要投奔刘辉。那么说他这条道走对了吗？列位，太对了。他要是不投奔刘辉，《三国演义》到这儿就完了，啊，就收了。哎，正因为今天一拍脑门，想起来了，咱们有一条道，这条道到后来成就了刘玄德的一条政绩。哥仨去吧。说书就这样，那一张嘴难表天下事，这哪说得过来呀？终归他哥仨赶路还需要点道。利用这个时间，我们要介绍一下当时的时代背景。这个朝里边啊，这会儿的皇上是哪位呢？是刘宏。听这个名字可能您很熟悉，因为后来铁道游击队有一位叫刘宏的啊，但这差着年头呢啊。这位英雄咱不提，咱得说这位皇上刘宏。咱们一说三国，老是桓灵二帝，桓是桓灵是灵，汉桓帝、汉灵帝，两位搁在一块儿，哎，这叫桓灵二帝。就跟宋朝一说徽钦二宗，哎，宋徽宗、宋钦宗，是这意思。因为这都是两位连在一块儿，很多故事呢是同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，所以呢就容易并在一起来讲。桓灵二帝，这个桓帝已经去世了，他要不去世呢，这也不能上岗，就是因为啊，皇上死了，汉桓帝去世，那在朝里边不可一日无主啊，这怎么办呢？当时朝里边是窦太后专权，太后说这得找一个合适的人呢，找谁当皇上呢？得在本家找，还得在咱们老刘家找。汉刘江山这个没有说上，你问问门口卖报的那个干不干？这不行，还得在自己家里找。找来找去，就发现了，哎，有这一个人合适。他的名字叫刘宏，说在哪儿呢？这个呀，好，汉室宗亲，在河间国。所谓的河间国，就是现在河北的深州。不知您哪位去过呀？出蜜桃，你听相声那个报菜名深州蜜桃，哎，就是这个，在深州。啊，说好，这个把他接来吧。不是说一上来就选了让他当，您想那个道理去吧，他且得挑了，权衡利弊，哪针儿离着近，谁跟谁什么关系，用他有什么后果，用那个怎么不好，这都杀了一遍，到最后就是他了吧，接来吧，当皇上了。多大呢？11岁。当然了，也有的书上记载是12岁，但这不重要。归了包堆儿是一孩子，11岁啊，在院里正撒尿和泥呢。来一帮人，陛下别尿了，走吧，接您上宫里尿去。有什么区别？那您走吧，那儿乐呵啊。为什么让一个11岁的孩子当皇上？各位，好控制啊，这好管呢，对吧？来了之后给他化好妆，穿好了，戴好了，往那一摆，
这不要干嘛就干嘛呗，对吧？啊，合适。哎，他继了位了，就是灵帝。灵特别聪明那个灵，哎，可灵的了，就是他。灵嘛，还真灵，确实是灵。尤其是逐渐长大之后，他在这个钱上边，他跟其他人不一样。你首先说他发明了很多别的皇上想不到的来财的道儿。你比如说这个提成，皇上，天下都是你的了，他要提成啊。举例子来说啊，盘国库吧。哎，国库里有多少钱？皇家也得有会计是吧？跟万岁您回，库里边有什么钱多少，什么钱多少，每一笔跟他说清楚了。好，这个抽50%，这个提30%，不，这天下都是您，别废话，快进啊！提成，你包括藩邦外国呀，各处进贡的什么，他也要提成。这个厉害啊，别人想不到。而且呢，经常没事就是这个宫殿得修理了，皇城得重新修缮，啊，各省的官员，石头啊、木料啊、建筑的器材啊，来吧，往这儿运吧。让运就得运呢，地方官谁敢不遵呢？这东西来了之后，到这儿，皇上说了，质量不行，多少钱？这个我们比如说1万块钱，你这就值3毛。你看他给你定价，你这值3毛，对不对？哎，得了，给你3毛吧，啊，给你3毛，你回去吧。这个东西到他手里，他再告诉那个省的官员，这个15万的东西你要不要？他挣这差价，这生生是一个让皇上耽误的土财主啊！天天就这出。到后来觉得这个还是有问题。我这么大一皇上，我天天叨叨这沙石木料干工程了，行不行？对不对？好的商人一定要知道我的资源是什么，我的资源就是权力呀。我不卖官，我等个6啊！好，这要了亲命了啊！那个对他来说，那不就是假的一样吗？就你在这儿，你从一个副队长熬成一个队长，熬3年，你对他来说顺手这么一说，来1万个总队长，那不假的一样吗？对吧？对他来说不叫钱那个，来卖，好家伙，明码标价。而且到后来呢，就是已经卖完的这些个官儿，他还得跟你商量，怎么商量呢？想不想继续做这个官？万岁，我想，好的啊，预支25年工资总额。你25年应该挣多少钱？你先拿来。损透了，这皇上得亏没说相声，我告诉你们，就这缺德主意都让他想透了，啊！天下做官的也净抖楞手啊！你要说那个贪官什么的还好一点，你赶上那个清廉一点的官，你根本就干不下去。就这么一个主，他可是发了财了。发财之后呢，他有朋友，他最好的朋友就是朝里这些个太监。咱们开书的时候曾经讲过，汉朝为什么最后瓦解兵消啊？很大的根源是由于十常侍作乱，10个大太监为首，祸国殃民。为什么呢？那个帮着皇上卖官啊，帮皇上挣钱都他们啊。为首的俩人啊，一叫张让，一叫赵忠。张让、赵忠是这帮人的头，皇上最爱这俩人啊。说这张让就是我爸爸，赵忠就是我妈。你看，不是我编的，各位，您翻翻《三国志》，您看看《三国演义》，连正史在野史，专家考证、民间传说都承认这是真的。啊，张让我父也，赵忠如我母也，这是皇上说的。皇上能这么说话吗？对不对？我这俩人，一是我爸爸，一是我妈。里边这个
叫张让的这个最坏，要不他是爸爸呢，他最坏，哎，心狠手辣。你别看他是个太监，就历史记载，张让所干的那些个事儿罄竹难书。就说张让这个人祸国殃民，你说天天守着这么一帮人，那个皇上他能好得了吗？就这帮人把皇上团团围在中间，汉灵帝一门心思的就听他们的。有那么一天，汉灵帝说：“这个今儿天可不错呀，啊，天儿挺好的，哎呀，春暖花开了，哎呀，外边柳絮飞扬，我看人们都戴上口罩了啊，这个我想到皇宫的顶楼上看一看风景。这个按说没有问题啊，你别说皇上了，街坊赵大爷，啊，天儿不错，我上去瞧瞧。”看看外边怎么样，这挺好啊。这句话说完之后，所有的宦官这脸啪嗒就掉下来了。你看我，我看你啊！为首这两位过来了，张让、赵忠啊，陛下，不能，您不能登楼远眺。为什么呀？皇上也很纳闷啊，贵为天子，天下都是我的，啊，这我怎么这不上个楼都不行吗？陛下，古人云天子不登高。啊，天子不登高啊，有这么句话吗？有，从正面来说，真有这么句话，天子不登高。皇上一登高，哎呀，这太好看了！明天这楼矮还得盖，越盖越高，劳民伤财，到最后民心向背，天下大乱。从这个角度出发，所以有这么句话说：天子不登高，但是时常是拦着不让他登高，那是另有原因。铁甲将军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。山寺日高僧未起，看来名利不如闲。不如闲。很纳闷，为什么那边有几位妇女知道这个？啊，一定是我们的老观众啊。并且是常年听这种评书现场录制的，好大下茬啊！一看这边这是新来的，还没有熟练的掌握这个流程啊。或者还有一点，就有可能录制之前工作人员吓唬你们了啊，不许大下茬是吧？别听他们的，没事，乖。听相声不让乐，看戏不让叫好。听书不让搭茬，还有王法没有啊？这个呢，可能有观众，比如说人家看视频的时候，他觉得你们闹腾，他要真到现场来，他比你们叫唤的还凶呢。人是需要在不同的位置环境来决定想说什么话的，所以没事啊，你们该喊喊，大不了以后不让你们来呗，多开心是吧？啊，真的啊，干这个不是我自己说，不给钱都干，真的，何况还给这么些钱是吧？还得感谢优酷，识货有文化啊。从这一点来说，我还是很满意的，挺好。有这么一个节目啊，能够让我把学的这点玩意儿拿出来跟大伙儿展示一下。
我小的时候先学的说书，我7岁呀先学评书，9岁啊，学相声，80年代末又唱了5年的戏，所以一聊天我说我没有别的手艺，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啊，除了这3样之外，我说我就是一废物，什么都干不了。哎，但是这3样，我说我还算熟悉，因为也没干别的，这个半辈子了，都在这里边指着这些个传统文化，啊，把我养到如今啊。刚进这行我还是小小子呢啊，现如今看都年近半百的老人了，哈，哎，好，是我，我得答应啊，我不答应你们不好意思说话了就啊。哪有什么男神女神呢啊？这无外乎是为人民服务啊。大伙儿喜欢听，我也喜欢说。关键就是，比如说类似《三国》这个书，我不可能永远说。这么些年来，我也没怎么说有关三国的东西。为什么？就是得有合适的机会、合适的场合。你说真是有时我们演出啊，德云社北展演出，底下3000观众，我上这给人来段三国，我也犯不上。为什么呢？不管是说书、唱戏、说相声，其实我们是为外行服务的，要争取大多数观众的喜欢。哇，底下3000人有一个站起来，我就要听你说《史记》，那你不说我就走，那您就慢走呗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不能为了你得罪那3000人呢，是不是？我们是服务行业，我们不能去要求观众怎样怎样，大多数人满意，我们啊就开心了，就知足了。所以说这东西难就难在这儿。就跟那天有朋友跟我聊天，说这个你看你也说相声，你也说书，你也唱戏，你看有观众给你提意见啊，你对人观众提意见你怎么看？我说很好，我说你不是个好人啊，那挑事儿嘛是吧？我说你记住了，对我来说啊，郭德纲说段相声，郭德纲唱戏了，郭德纲说书了啊，不管我干什么，就这3样吧。我演完之后会有人提意见，有人站在那儿，哎，人家劈头盖脸的骂我一顿，我一定会问您是什么行业？说我跟你是同行，您坐下来，咱俩商量商量，你说我哪儿不对？你说对了我改。灭高人有罪，咱不能说就我好，您好哪儿去，对不对？多大艺术家来了，咱们愣挑毛病有的是。你人物塑造有问题，你情绪不对，你那个谁不会说呀？是不是？所以那个不难啊。您说明白了，我改，我承认错。你要说的不对呢，我跟你讲，你看你这儿提的有失偏颇，这个应该是怎样？所以这是没问题的，这是跟内行之间。但如果您是观众，你说的全对。你看，就这么简单，对吧？你是干这个的，你内行跟外行掰扯什么叫对错，那你就外行了。所以说，观众说什么都是对的，人家是主顾，人家花钱捧你，人家没有不对的地方。所以说，这就是我们的宗旨啊！观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没有您各位，天大能耐，你说给谁听去？是不是？尤其说三国，多难得呀！现如今这年头啊，还能凑齐这么几十个没事干的人在这儿，得讲理呀，对不对啊？说书难在哪儿知道吗？难在就是过去说书也是怕这个，就怕底下站起了，您那句话不对，这应该怎样怎样，让人问住了。我们这行最丢人的事就是让人问住了，那别干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现在好就好在，你看编导还告诉你们别搭茬，就怕你们问我。当然你们也问不住我多是非是不是？挺好，就是干这行年头多了呀，还不老有那句话吗？人老奸马老滑。我虽说也没这么老，我也没这么奸猾，但是就是经历的多了一些，我就愿意站在别人的那个位置啊，那个角度去考虑一些事情。其实谁都不容易。我记得我30出头，德云社刚有点起色的时候，有时候看网上谁要骂我，也真挺生气的。哎呀，那不是那样的呀，他冤枉我呀。但是后来就想开了，人也没有真那么恨你，人家也是说着玩儿，好多事儿
你知道是，别人说不是那么回事啊，不用正经。就跟好多年前我老看有时候有报纸，郭德纲曾经偷盗过戏剧服装。哎呀，我看完我都惊呆了。我后来真仔细想过这个事儿，我真想过这件事情啊。我后来想这个事儿它不是没有原因的啊。这个我有一段时间在文化馆上班，文化馆您各位都知道哈。有一次收拾屋子，归置仓库，就那个装那个老电视，这么大个电视盒子，收拾出这么2盒子那个扭秧歌了呀，唱小戏儿的那个衣服，就扔在那儿，扔到我们这个后头那个不是锅炉房，因为后边是做饭的那屋，我们有一王师傅做饭特别好，在他那灶台旁边就堆在那儿，没人要。我们那儿呢，我有一个说相声的老师啊，靳金来先生，他的孙子就是现在德云社的靳鹤兰，他爷爷没事就喜欢呢听河北梆子，啊，说你们今儿收拾屋子找出服装来，我说对，我说就什么都有，都在那儿扔着了。下午那哪儿那个小帮团小的那种，比群众业余活动的强点那个，他们唱四郎探母，短件龙剑，建议杨四郎穿的建议，短件龙剑。你那堆里边有吗？我说我哪知道，那年头我也不懂啊。我们爷俩就上那翻腾去了，啊，翻腾完了也没有啊，就咵一扔。我说你们就要了要没要就拽了就完了，哎，就这么个事儿。后来这个让人传出来说郭德纲偷盗什么贵重戏装，我估计啊，就那俩纸箱子能卖10块钱。但这个东西呢，有时候到今天我有时候上网。不管是头条啊、微博上，还好多人，郭德纲你还曾经偷盗贵重戏剧服装。我一瞧，好，这大哥在陕西，这大哥在贵州，他怎么会知道当年这个事情呢？他也知道这是假的，但是这么说他能解恨。天下的事儿不就这样吗？假作真实，真亦假；真作假时，假亦真啊！不能跟你们再传这种闲话了啊！上文书咱们说到哪儿了？好家伙啊！我们这个老观众又附体儿了。你们忘了，我不能忘。汉灵帝要登高，对不对？对。恭喜我啊！这个皇上也不易。你说他富有四海，卖官挣多少钱？现如今说我上楼瞧瞧去，问。天子登高不好，不吉利，必须得这么说。那为什么说不让他登高呢？因为皇上如若到皇宫上边登高一望，他就得气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所有的宦官都挣了很多钱，你上去一看，外边这些房哪家都比皇宫修得好。他这个毛病在这儿呢，啊，您得这么想啊，那些砂石木料，皇上不能自个儿盯着去卖去吧？不得这帮太监帮你去吗？许你那样，就许人家这样，雁过拔毛啊，人人都得挣钱呢。所以当时这个十常侍为首的大太监、小太监，那个挣的钱都没数了，人人买房置地，家家修的比皇宫好，所以不能让你登高啊！你登高一瞧，我勒个去呀！最寒酸的是我，那这日子就没法过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位都拦着他，陛下不能登高。为什么不能登高呢？岂不闻古人云？他就拿古代的话打压你，天子登高对社稷不利，要骗人就往根上骗，他怕什么说什么，对吧？你看来一财迷，你得跟他说，你这样做会让你永远不能发财的。他一听这，哎呀，我，对不对啊？你得来一财迷，你跟他说，你这样做，你永远拿不了相声大赛1等奖。你对他来说没有诱惑力，对皇上你就得这么骗他啊！天子登高对社稷不利，
皇上一听，嚯，那可不行啊！有没有地下室？我待会儿啊。这个东西很奇怪，你不管是一个部落、一个公社、一个公司、一个相声团体，还是一帮人，这里边一定有一个为首的人，在他的周边一定会有一层一层的人把他围起来，这帮人围着他各取所需。那么这个过程当中，他们一定会拦着领导，不让他登高。不让你登高，就是不让你知道事情的真相。他就一直围着你，把你围死了之后，人家再去围另一个人。所以这个东西很奇怪啊！各位，您有做生意的，有在哪个单位里边当领导的，您仔细琢磨琢磨，就刚才我所讲的这些，可能对您的工作多多少少有一点启发啊。兼听则明。说这个事儿，就是告诉您各位，就这些个太监有多么的万恶。天天的皇上有的是钱，你说卖那么些个官儿，卖那么些个沙石木料的，他挣了钱干嘛呀？他得糟践呢。哎呀，您想得出来的法儿，他就想得出来，准比您那个有过之而无不及也。天天没别的事儿，你看有一段时间呢，有几个小太监就琢磨，万岁爷最近精神状态不好，怎么能让他高兴呢？说怎么也不能让他高兴啊，他没有什么可值得高兴的了。不行，咱们得想办法。哎，看谁呀有主意。想来想去，真有一个小宦官聪明，我有办法了。他想了个道，什么呢？他发现皇宫里边什么都有，唯独缺少一样，驴。也对呀，皇宫里边弄驴干嘛呀？对吧？皇上要出门，他也得是马车呀。哎，这个新鲜，找了4条驴来，哎呀，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刷洗的很好，哎，喷上香水儿，啊，弄到宫里来。万岁爷，您看这个，皇上乐坏了，好，这太棒了，这个高兴。那驴能干嘛？拉车呗，弄个小车，皇上坐好了，前面来一宦官，拿着小鞭子嘚儿架，在皇宫里边跑驴车玩。跑着跑着，皇上腻了啊，来，我自己来，你下来。皇上坐前面，哎，嘚儿架，玩这驴车，高兴啊，实在是无聊。好，这一下不要紧的，民间这个驴涨价了啊。这个玩意儿，老百姓也是，这驴多少钱？驴8块，现在呢？现在15。为什么？皇上都玩驴了，那驴还不得跟着涨价吗？啊，又没多久，又玩腻了。玩腻了之后呢，有几个小宦官，哎，找狗，哎，买那大狗，到最后给这狗啊捯饬好了，按照文臣武将那么捯饬，哎，帽子、朝服啊、玉带呀，做小号的呗。给狗穿好了，皇上登殿跟文武群臣说话，他们把狗轰上来了。金殿上狗跑出来，皇上乐坏了，呵，好狗官。这两旁这个大臣们气得都要吐血了，哪有这么骂人不吐脏字的去？是不是？所以说朝纲日下，没法弄。但是有人敢说吗？没人敢说。你敢说，你那话也说不到皇上耳朵里边去，你说不到跟前儿啊。到后来，汉灵帝在西园这儿啊，建了这么1000多间房子，这就快学商纣王了。这1000多间房子干嘛用呢？就是吃喝玩乐用的。正当中弄着大池子，专门从南国弄来的这个荷花莲叶，它那个荷花啊叫叶书荷，就是每一个挺上嘛有这么4朵荷花，有多大呢？据史料记载啊，说它这荷花1丈多高，而且这个就这大荷花白天是闭着的，晚上打开，
晚上这儿打开之后，带着这些个宫女啊、美人呐、娘娘啊、太太们啊，各种美丽的妇女们啊，跟皇上一块儿这儿吃着喝着，烤串儿、喝酒、划拳啊，高高兴兴。到后来光这么喝酒没意思了，皇上传圣旨，让这些个宫女们呢都光着膀子跟这儿，皇上也把背心也脱了，棉坎肩全脱了，啊，一块儿连喝带玩，荒淫无道。朝廷里如此，天下就乱套了。这个玩意儿你拦不住老百姓，啊，天下告急文书似雪片一样，今天这儿造反，明天那儿造反，但是皇上不知道，因为告急文书来了就扣下了，到不了皇上那儿，时常是瞧瞧啊，行，没事，搁那儿吧，就搁在那儿了。文武群臣着急也没用啊。那么说，满朝文武就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说，我跟皇上念叨念叨吗？列位，真有。有一位简易大夫，这人姓刘，叫刘陶，实在看不下去了。长此以往，国家一定会完呢，黎民百姓遭此涂炭呢。我为了社稷，死也要死在皇上面前。想见皇上很难，金殿上他也不是到点就上班啊，你得对机会呀。哎，这一天让他逮着一合适的空，说这天下午皇上那儿跟这几位常侍啊、宦官们啊喝茶聊天呢，也不怎么着，这么一节骨眼儿，刘大人就冲进来了。这一进来，哎呀，呵，雕梁画栋，金碧辉煌。正当中坐着汉灵帝，汉灵帝这桌子上摆着扇子、手绢、醒目。不是，瓜果梨桃、点心茶水，啊，那些人在旁边，还有这些个美女们弹唱歌舞。刘大人进来一瞧，眼泪都快下来了。天下刀兵四起，狼烟滚滚，民不聊生。陛下，你尚在此下午茶否？这后半句是我添的啊，我这么说是让你们能够听得明白。啊，说陛下您还有心思喝茶呢？啊？皇上把杯撂下了，干嘛呀？照我这个形容，皇上得是个老北京啊。反正是不满呗啊！刘爱卿怒气冲冲闯进内庭，意欲何为呀？就是你怎么那么大的火呢？你闯进来要干嘛呀？哎呀，陛下，我主啊，天下刀兵四起，告急文书，雪片纷来呀！难道说我主您就不知道吗？啊，四海承平啊！皇上认为天下人跟他日子差不多，家家下午茶呢，啊，聊天啊，喝酒，撸串看电影，听相声，听书，大下茬啊，家家都很快乐吗？啊，这个怎么会这样呢？嗯，陛下拿手一指这十常侍，陛下望我主亲贤臣，远接令。这就摆明了骂街了，您呐倒霉他们身上了。这句话一出口，十常侍啊就解这帽子啊，把这帽子解了啊，都搁在那儿了啊，摆一地啊，这几个人撩衣裳都跪那儿了，眼泪都下来了。戏精本精附体，都是影帝级别的。陛下冤枉啊！臣等为主江山，忠心一片，万岁杀了我们吧，以堵他人的口舌呀！会说话呀？啊，呵，咣咣的磕头啊，眼泪哗哗的，给皇上感动坏了，啊，真生气。
拿手一指刘陶，汝家亦有近士之人，什么意思？你们家也有亲近的，简单说，你也有朋友啊。汝家亦有近士之人，那意思你凭什么拦着我？对不对？凭什么不许姑烫头喝酒卷发抽烟呼？说原文累啊，也没有意义啊。您各位非想看看当年《三国志》啊，《三国演义》原文怎么说的，您买一本啊。不行的话，上网搜一下，在线阅读，不花钱啊。我把它掰吃碎了，是让您各位能明白。皇上这大白话就是：你凭什么呀？谁没哥几个不错的呀？对不对？我们老哥几个玩的多好，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，对吧？我们一块儿这抽烟喝酒，我们下午茶很开心呐，没有像你想的这个样子呀啊！哎，就这三方势力，皇上坐在这儿啊，这10个影帝在这儿跪着哭，这大忠臣跟这儿拧着眉瞪着眼，那个最终结果那不用想，皇上这儿一努嘴儿，这儿大太监跪着，旁边好多小太监，那都是人家的人呐啊！这儿一努嘴儿啊。连殿前武士全上来了，就把这刘陶弄下去了。往下一走，自个儿就知道完了，我命休矣。为什么呢？这股恶势力太大。但是怕吗？不怕。老话说得好，忠臣不怕死，怕死岂为忠。我今天来就是奔着死来的。我死给你们看，让你们知道知道，有人要为这个国家流点血。往下一走是仰天长啸啊，说刘某人一死，何足为惜？只怕严汉界400载，到此终结。就是我死就死了吧，可惜了大汉江山，你们马上就要欧窝。是英语吗？哦，你看，让我蒙对了一句啊！哎，大概意思是这个样啊。殿前武士有打上面把人往下一拽，上来的时候您是简易大夫，别管你是2品的、1品的，你是国家的官员，往下一拽你就猪狗不如了。没有人拿你当回事儿，连踢带打，往下这儿一来，文武群臣都瞧着了。有人讲情吗？有。旁边又出了一个官员，这官啊叫陈丹。哎呀，你们刀下留人啊！我要去见万岁，我要见万岁，我要保下来他啊！有用吗？各位，能有用吗？对皇上来说，1样也赶，2样也放，你来10个8个，那就一块儿了，对吧？所以上去之后3言2语没用啊，一块儿压下来，把2个人打在了南牢。书中代言，这2个人到了监狱之后，刘的人当天晚上气绝身亡。有一种说法说是活活把自己气死的，大骂了一顿奸臣十常侍，骂完之后，当时自个儿闭过气去就死了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说是被十常侍派的人杀了。陈大人是被他们杀的，这是没问题的。反正不管是怎样吧，2位忠臣都惨死在了狱中。哎呀，天下乱的就不能再乱了。有人说就总这么乱下去吗？不可能，不成世界没有王法了，对吧？好事不能总好，好着就得有点问题；坏事不能总坏，坏着就好了，这叫否极泰来嘛。天下事都是如此。那么接下来大汉王朝出了一件喜事儿，就是皇上死了。对老百姓来说，这是喜事儿啊！这样的皇上他不死还等什么呀？死了。历史上没有记载说他到底是怎么死的，
没输啊。但是咱分析他的这种生活作息习惯，也好不了啊。您想去吧，天天这样，一天到晚又憋着要害人，所以他不会好的啊。死呢，有说33岁的，《后汉书》上说他是34岁，这就跟我前文书所讲的一样了。登基的时候11啊，还是12啊？反正这里边这几个大爷有记错的，啊，不重要了，不重要了。反正这样的皇上要早死一天就好一天。死之前有一件大事情没做，什么呢？就这江山托付给谁呀？这个对历代王朝来说都是天下第一等的大事情啊。他活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立下遗嘱，也没有说立太子，儿子他倒是有啊，而且此时呢有俩儿子。那他之前有一个皇后啊，后来种种原因让他打入冷宫，那个死了。之后呢，他娶了一个何贵妃。何贵妃很漂亮啊，大脸盘子，长得跟囊似的。我也不知道何贵妃长什么样，好看呗啊，又会捯饬，描眉画鬓，戴脑袋花，搁俩枣就是切糕啊，很好看。出身一般，出身家里边是杀猪的，那说杀猪的闺女怎么跟皇上结婚了呢？皇上天下征集美女啊，对吧？天下都是皇上的，天下美女也都是皇上的，就他一个人的啊，讲理不讲理啊？哎，挑来挑去，这家有一闺女，但这家出身不好，杀猪的这家老头叫何真。何人说我们家得改换门庭了啊，就指着我闺女了。那怎么办呢？就拿钱贿赂，一定呢让我闺女进宫。最后这事成功了，进宫之后封为了贵人，生了一个儿子，这儿子叫刘辩啊，辩论的辩叫刘辩。哎呀，皇上高兴坏，汉灵帝高兴，呵，因为之前也有过3、4个孩子，不知什么原因都没保住。把这个大胖小子喜欢，高兴，大脸盘子啊，跟囊似的，随他妈啊，娘俩躺炕上跟俩盾牌似的，啊，真好啊！哎，我儿子挺好啊，但这个玩意儿天下事难说得很，没多久又看见别的美人了。这个美人姓王，王美人又给他生一儿子，哎呦嚯！这儿子也不错啊，这儿子叫刘协，你听这名儿啊，刘协他能走道啊，那光脚啊，一个刘协，一个刘辩，在活的时候他也没说让谁当皇上，天下乱了。